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，请开门，欢迎大家。欢迎你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赵先生34岁，来自辽宁，公司职员；邹女士36岁，来自吉林，美业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前段时间我们因为一些矛盾分手了，但我心里边真的放不下他，我很想通过这个节目挽回我们的情感。我觉得我们俩根本不合适，我提出的结婚条件他都不答应，而且他对我和我孩子的态度变化这么大，让我怎么和他继续在一起？我承认之前对他有些怨言，但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商量，我相信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他都要找下家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机会？他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，那我们能有什么未来？哎呦，挺严峻的哈，是本来想结婚了，但是现在遇到了种种问题，是吗？对，这从哪儿讲起呢？我们两个是从24年1月份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然后认识的时候吧，就感觉都挺好的，他就追了我一段时间，追一段时间我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就你是有过婚姻的啊？对，男生是没有是吧？对，我是没有过婚姻的，我是未婚。然后我们两个认识到现在，从相识、相知到相恋已经1年半了。但是通过这1年半的接触吧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并不适合继续再走下去了。其实老师，我感觉说没有太多并适合与不适合的。而且是我之前吧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误会吧，但是这次我来到参加这个节目，我带着100%的诚心，我希望跟他能重归于好，共度100年。肯定不是小小的误会，肯定有很多大大的不满。好多都不满呢，彩礼呀，各方面啊，包括以后的工作呀、生活呀，一个一个来。彩礼怎么谈不拢呢？就是彩礼我的要求他达不到我的要求。啥要求呀？我要18万8。这一块吧，我感觉可以商量，我认为有点太过于高了。这个东西不能说一棒子敲死，而且这次我已经带着诚意来的，希望你给我次机会。咱不着急，哎，这是干啥呀？你别着急，你不刚上来，你让我们为难了，快！这不把我嫁到这块了吗？你这不是他把我们嫁这块了，你先把事情说清楚，我们来帮你们分析分析、解读。放在口袋里。诚心看到了啊，时候还没到呢。但时候没到啊，这彩礼没沟通好。对。那他肯给多少呀？按照我们当地风俗来讲的话，大姑娘结婚才10万块钱彩礼。我认为他要这个18万8太过于高了。他也知道我家庭是啥事儿，我父母就是在家农村种地的。你让我一下拿出这么多，我确实拿不出来。我说了，我给你8万8的彩礼，外加3金，你对吧？这已经很不错了。什么叫大姑娘彩礼才10万块钱呢？你那意思话里话外就是嫌弃我是这个离过婚呗？我没有那个意思啊。那本身它就是嘛，你对不对？事实就搁这块了。再者说了，我认为如果说真正的感情的话，还有裸婚呢，你对吧？我感觉说一切的条件咱们都可以探讨，咱们都可以商量。你直接讲话呢，你一下咬死了，我感觉你确实是目的不纯。那你觉得他的目的是啥呀？你说他不单纯，他能有啥目的？那他肯定他有过家庭啊，他有自己的孩子，你对不对呀？我知道他拿这个18万8去干嘛去了吗？他是以后拿回来还是放在哪块？那谁知道啊？人心隔肚皮。你这人就是心思肮脏，看谁都肮脏，知不知道？我都说了，这个彩礼是用了咱家以后的小家。然后呢，那你房子不加我名，彩礼还不给我这么多，还害怕我把这个钱拿回去给我的孩子用。那我说了，那我不要你房，我就要点彩礼，我也不要你3金。我有房子，住我房子，那你咋不干呢？那各位老师，大家听听啊，我是辽宁的，他让我回吉林，那这是什么？是有预谋的，想让我去他家那边给他当上门女婿去，离他家孩子近。你看说到关键点了啊，孩子在吉林了是吗？是孩子在吉林，但是他当时他也说了，我们两个相识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是离过异有孩子的，然后他也说了，以后咱俩结婚的时候孩子可以接过来。那到现在谈婚论嫁到这一步了，我们两个处了1年半，你要不同意，你早说呀，那你当时干嘛干嘛就答应我呀？离婚的时候，孩子是监护权归前夫的。对，离婚前夫权归前夫的，但是现在前夫他没有时间照顾，然后现在孩子学习他就下降了。那我为了孩子以后考虑，我肯定会抓一点他的学业呀。然后我也跟他商量，不是没商量，当时他同意的呀。
我是一个单身，我从来没结过婚。我俩得需要一个爱的结晶吧？啊，我得要我俩的孩子吧？他把时间都放在他跟他前夫生的孩子上面了，有时间要我俩自己的孩子吗？人的精力有限。谁都一人分两体啊！你在那块儿就是强词夺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现在好多有1胎的，耽误要2胎了吗？每次谈到要孩子问题的时候，我说了提前让他做好准备，可是呢，他没有事经常熬夜，让他早睡他不早睡，偶尔的还跟朋友出去聚一下，小酌2杯。你还好意思说我要孩子是不是2个人事？那我自己一个巴掌我能拍响吗？啊，让我去检查去，我这边检查100%啥都好了，然后你那边不配合，那我咋的？我重新再检查呀？你的意思是他不配合，他不备孕？对呀，他半宿半夜打游戏他不说，然后呢，他在那块又抽烟又喝酒的，那咱俩不说及到以后要孩子这个问题，就说谈婚论嫁这个问题。就你现在你对我孩子这个态度，是你前提知道我有这个孩子，你现在对他这个态度，我都不再考虑跟俩谈及结婚这个问题了，还有啥好说的呀？他发生啥态度的变化了？上次5一的时候，我家孩子来，然后孩子呢看电视，说我家孩子在那块一会儿电视声大了，然后一会儿又总看动画片了，然后在那块吃会儿零食，说的孩子吃的都是那些垃圾食品，又没有营养的，又怎么地了，跟孩子说话那语调可不好了，孩子跟他打招呼说管他叫叔叔，一点回答声都没有，头不抬眼不睁的，就这样式的。现在我家孩子瞅他的眼神都有点不一样。我对他不好吗？啊，刚来的时候我带他去玩，带他去吃，对不对呀？我带他去买衣服，去游乐园啥，去动物园，你对吧？可是你倒好啊，清明刚接过来，完5一又接过来，5一刚接过来之后啊，等着暑假时又接过来了。你看看，你想一想。那咱们哪有时间呢？连2人世界时间都没有了。我是体谅你没当过父亲，但是你咋做的？是我孩子来出来玩了，然后我又给他那个报这报那了，你啥态度啊？1分钱没用你的，然后你还在这块啊，又给孩子花这钱，应该都是风险在前夫那块，应该让他花，怎么的？你负责照看照看就得了，什么话呀？那我没把工资卡给你啊。再者说了，你家那个熊孩子那脾气，你对我把我一个最心爱的一个汽车模型，是不是给整坏了？是不是给你修复了？再说了，什么叫工资卡给我了？正儿八经，如果你要是真的心思在我身上，你真的爱我，你会给我工资卡吗？你没有自己的小99吗？我一旦用钱了，一旦花钱了，你这边就会接到通知，我为啥不用啊？你要是真正想给我的话，要么就给我现金，要么就给我转账，这是态度。听懂了这块啊，这个孩子事儿就讲到这儿，听明白了。然后咱回到你俩本身吧，你不说2人世界嘛哈？对呀。啊，你们俩2人世界的时候过得咋样吧？2人世界过得也不好啊。你看啊，我跟这话题又说，我还得牵扯到他孩子这块儿。啊，你说我半年前都已经跟他商量好了，回家跟我父母就商量谈婚论嫁的事儿。完了之后呢，我父母把家里老家的房子也收拾了，也做了一桌菜。他儿子来一个电话，说的过生日需要要跟爸爸妈妈一起过。啊，就是他们一家3口，咵嚓一下子直接就把我给放鸽子了。但是我跟前夫没有联系了呀，我俩就是有事儿，就是因为孩子事儿打电话，剩下平时我俩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。过生日是一起的是吧？对。那你考虑过我了吗？啊，你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灰头土脸的怎么回家？哎呀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那是订婚，那是咱们谈婚，又不是结婚。小姐姐，咱不要这样沟通啊，不是这样沟通。你也冷静一点。对，你俩都冷静点啊。我们是来解决问题。这还是其次的，这事可以算了。那你说咱们俩提前想出去旅游去，线路都规划好了，票都买好了，我假我也请好了啊！你家孩子一个电话说去游乐园，你可倒好，二话没说，直接撂了电话，直接就杀回吉林了。你是因为没跟我没跟你过2人世界吗？你是不是就因为你自己请了2天假，这2天扣了你钱了那点工资吗？我说了，能扣你多少钱呢？不行我就给你呗。你答应了和他去旅行了吗？对呀，我答应跟他去旅行了。那你临时怎么就变卦陪孩子了？临时变卦，正好那天孩子放假，然后长春那边不是有个动物园吗？哪天不能去啊？当天就那个当天来一个名人，然后有一个演出的节目。我听到这儿是终于知道他为啥就气成这样了。刚开始觉得他不讲道理，就确实你这有些事儿做的。反正你就把他撂一边了，你去陪孩子了，是吧？人家一家3口去讲话，你又是和前夫一起的呀？对呀，我让他去了，他不去呀。他怎么去？这个他去就更尴尬了。一家4口。他现在心里的落差是，原来你是答应我的，突然变卦了。关键他还跟前夫一起。但是他就会衡量在你心中他的位置。
是，如果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不到位，我给他道歉，那他平时的种种行为呢？咱就说不说孩子，那以后两个人谈起结婚论嫁，是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？那现在他对我这个态度啊，我都不敢跟他继续走下去了。我对你啥态度啊？你让他说，你让他说，怎么了？你平时是不是抽烟喝酒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把这个烟戒了，把这个酒戒了。一个是你自己本身酒量不行，你别总去喝，喝一点就多。第二个呢，也是为了你的身体考虑，对不对啊？你咋做的？总喝吗？总喝，一喝呢，说不好听的就耍酒疯。今年6·1的时候，你同学结婚参加婚礼，你是不是去了啊？回来呢又喝多了，就跟我反小肠说话啊。我觉得只有喝完酒说出话是真的，你知道多伤人吗？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以前多么辉煌，多么有历史，跟朋友哥们处的多么好啊！现在我年龄也大了，我混的不那么好了，要不然的情况下啊，我身边的大姑娘啥的有的是。那你啥意思呀？我是离过异的呗。然后就跟我俩吵去了，然后他们公司开年会，然后就喝多了，不回家住，打了好多个电话都不接。第二天上班了，给我回的电话。那一晚上，他说的他跟他朋友在一起住了，谁相信你跟你朋友在一起住了？你有啥证明啊？你就跟你们公司那小姑娘在一起住的，啥玩意儿跟公司小姑娘扯上关系了？咋又出来小姑娘了？他们公司有个小姑娘，大学刚毕业，对人各种帮忙。那我呢？你把我置于何地呀？你把话你唠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说清楚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跟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没事往人身上扯吗？你还要动的我呀？好好说啊！你说说这小姑娘怎么了？让你觉得有什么疑虑？她下班那小女孩总是顺路，一整赵哥，两整赵哥的发信息啊，总给她发息，两整说的那个顺路带她一下。我问你，顺路带她一下，怎么没见她给你加过1次油呢？那顺道还加什么油啊？做一个大老爷们就这么小气吗？一个小姑娘大学刚毕业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刚实习也开不了多少钱，你对吧？人家没有事的话还给我们买早餐，我顺便帮一下忙又怎么了？对不对呀？你是为了那个早餐呢，还是为了一整哥哥两整哥哥呀？再说你顺路，我怎么不见你顺男同事呢？你怎么就顺女同事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小姑娘除了搭车以外，还有什么让你生气的吗？总给她发信息，没啥事就给我发信息。她说一整就说我陪孩子，不陪他过20世纪，那么好吗？那周六日放假前，我陪你过20世纪。我俩去超市买了好多食材，然后呢，他爱吃海鲜，我买了好多海鲜回来，我给他做。我们两个吃挺好的，吃完之后说在沙发上咱俩找个电影看吧。这小女孩给他来电话了，说那个赵哥，我原来住那房子到期了，你帮我搬家呗。人家倒好，说行啊，我这边有时间就帮你搬家了。那就出于1个小时、2小时的问题呀，你对不对？这不很正常吗？你带上他一起去，没带我呀。再说了，别人没时间，你就那么有时间。哎，你咋不带上他一起去啊？我就觉得你说嫂子一起帮你搬家。我不担心他，我心疼他呀。你看他，你那叫心疼我吗？他就是想跟人家相处，他总去帮他，然后说人家小姑娘，年轻漂亮，怎么的，说的那个不可能看上我。但是你知道现在女孩啥想法啊？对不对？那和公司年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公司年会去喝酒去，喝多回来之后呢，然后肩膀，我就想问你嘛，正常人的思维，如果肩膀上这个位置要是蹭上口红，是什么原因能蹭上？衣服上蹭上口红。对呀，他衬衫蹭到这个位置的口红，我是不是问你了？你跟我说啥了？那我哪知道啊？你对不对？我喝多了，我哪知道？那这事儿你俩咋收场的呀？因为这事儿我俩吵起来了，我就跟他俩撕巴了，然后推搡了我2下，他给我美甲干折了，折了之后我手出血了，你不也没啥表示吗？那我就走呗，我还有啥待下的必要啊？你俩的诉求分别是啥？因为你要结婚，希望我们劝劝他。对，我想重归于好。女方呢？你的诉求是什么？我的诉求是吧，就是我觉得是相处1年半挺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受谁的影响。我们两个恋爱的时候呢，确实很甜蜜，他对我很好，然后我想做什么他就陪我去做什么。但是呢，自从谈婚论嫁，不知道是听了谁的啊，彩礼也不行，孩子也不行，然后怎么的都不行了，就态度改变很大，所以我就很犹豫，我就没有信心了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同意嫁给他？我就觉得呀，要不然你就是那个上我那块儿去居住去，然后把这些彩礼给我，然后我的孩子结婚了，是你前妻先答应的，不是你没答应。那能不能不去那边，就在南方这边？但是我在我那个城市已经开店了，我干美业已经干10多年了。你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回去了是吧？我肯定要回去。那我再问下先生哈，就咱去那边啊，还是在你这边？咱们从长计议。但是这孩子能不能带在？如果你俩结婚啊，能不能带在你们身边？
在他身边吧，就是也可以，但是我得考虑说的，先要我俩的孩子。这还分先后呢，人家孩子先生了，已经出来了。他都36岁了，再不要讲话快40了。你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带在身边，但是咱也得抓紧，赶紧再生一个。如果他就这2年没生孩子呢，这婚还结不结？这个那也结。那好。那如果就不要孩子，这婚还结不结？我不要孩子，我找60的好不好啊？啥都有啊。你好好说话，说话多难听。那女士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他没有这么强烈的要孩子的意愿，你还有再生一个孩子的强烈想法吗？那不太强烈。顺其自然，刚才说是吧？他用个词儿，顺其自然，有也行，没也行。对行。其实你俩，我觉得分歧还是挺大的。那先看一下这对，你们是夫妻还是情侣啊？我们是夫妻。夫妻哈，他们这还能结得成婚吗？在我看来吧，我感觉我是站在女生这方面。我在看男生这整个过程吧，情绪非常的激动。虽然是女生说就是他们相处1年半吧，没有跟他有过什么肢体的这种动作哈。但是我感觉对于女生来讲，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胆战心惊的那种感觉，我就怕他冲过来的那种感觉。我也有点这种感觉。对啊，所以作为旁人都感觉到有点害怕。对，如果因为他们现在还是没有进入那个婚姻状态嘛，如果进入婚姻状态，那他可能会更加的肆无忌惮。好了，老公说2句哈。这个女嘉宾总把孩子接在身边，是影响这感情的，应该是。你也这样认为？我也是这样认为。另外呢，彩礼也多点儿，有点儿。哟，你都站他是吧？我应该是站那这边。那他这脾气你不劝劝这老弟？嗨，男人不应该有点脾气吗？我挺羡慕他有时候。哎呀，看出来了，你在你家挺受压抑似的。哎呦，你看这站的立场不一样，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哈。你们这段恋情不仅仅需要感情的考验，还需要诚意的考验、脾气的考验，还需要人性的考验。我认为18.8万的彩礼已经给你们这段恋情打上了死结。作为女性，我明白，并不是我有过一次婚姻，我就没有权利要彩礼。但是，男士，他非常明晰，你这就是贪婪，你这就是想趁机捞一笔。另外，确实，作为一个女性，孩子永远是她心中的软肋，即便是离婚了，也是割舍不断的。母爱是天性，在她眼里，现实是任性。她认为你这样的做法对她不公平。她又放大的是，我还没有孩子，我没有结过婚，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，这个孩子来了以后更尴尬。所以我们不用藏着掖着，任何事情坦诚的去看。你们2个人脾气多火爆，而且一个行为极端，一个言语极端。你说你们2个人如果组建家庭，那是不是会鸡飞狗跳？我认为你们2个人还是分手为好。不行，不能分手。慢点，别动手。这是我说的。我干啥分手？我处这长时间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观点，你不要急。还没说完呢。你还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。你干啥说分手啊？对我来这块我求复合的，你们不得替我说话吗？你有求复合的态度吗？你要复合得有态度。我觉得曲总说的特别对啊。咱要想好好过日子，想和一个人在一起，你得拿出态度来。你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其实你们最重要的问题是孩子的问题，这个你不要回避。刚才男士我跟你说，从法律上讲，这孩子现在13周岁，他作为母亲，不管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，离了婚之后对孩子还有抚养义务的，起码到18周岁，也就是说未来还有5年，人家得抚养孩子，这是他的法定义务，和你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关系。女士，你的问题是这样的2点：第一，你这个大是大非面前，你不讲诚信，这个不行。你比如说订婚也是大事呀，在这点上我能理解男士。最后我跟男士说一下，你想挽回关系，关键不在于留住人，而在于怎么把你们之间的问题把它彻底解决掉。不是你跪下来单膝一跪拿着戒指，不是你马上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涕，这个问题没解决。我能看出来
一上来咔嚓往这女士面前一跪，你肯定喜欢她，也在乎她。但问题是，你得把问题解决了，你不解决不行，你留不住。我也希望你留住，但是你首先把核心问题、彩礼问题、孩子的问题，对吧？工作地点问题，你们得协商。就是你们婚前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，你这些问题同样在结婚之后会埋下矛盾的根源。谢谢任律的分析啊！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也想更多了解任占敏律师，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，我们就去这个公众号搜索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，就可以找到任律师了。您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。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，这个赵先生你也别激动啊。啊，不激动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爸妈支持你俩在一起，支持你娶她吗？一开始还行，后期吧，他做这些事吧，我父母确实也有点反感，不太满意。我如果是你的亲戚，我也不太满意。不是说他结过婚有孩子，而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在乎你。真的，这个邹女士，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在乎他。他就是一个，说实话，情绪不稳定，但是人不坏，脾气暴躁，但是一腔热情的人。但他怎么从最初和你那么甜蜜恩爱追你的时候，是吧，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？和你拱火有极大的关系。你这个拱火的背后，就是你没有那么在意他，因为你知道他心里是爱你的，他离不开你，你就有点欺负他。哪有那么堂而皇之说，那我孩子过生日突然就撞一块我就去了呗？他发现你把他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当备胎了呀。只要孩子和前夫那面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就放在一边不管了，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。还有，你为什么那么就不饶人的，一定就要回你老家去？你们俩相识就在沈阳，相爱就在沈阳，你也从来没说过你要回长春去，你变卦了，他就得承受后果吗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变化？我不愿意呀，他不能不愿意吗？你那店就不能开在沈阳吗？不行。行。所以你看，小赵，我为什么说我如果作为你的家人亲人，我其实不太满意。我觉得他心里没有把你放得那么重，他一切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不是我们，他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就是我看到的现实。这个小邹，我也没有指责你的意思。我觉得你一个人算是单亲妈妈，一心想把孩子接到身边，我都非常理解。但我认为你现在状态不适合找一个像他这样不够成熟，也没有控制生活能力的男人做伴侣。等你真的以后能和一个人变成我们，而不是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我和我儿子的生活，你再找对象。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很善良的人，一个是单亲妈妈，很不容易的操持着自己再一次去做选择的人生，你想要去尽自己所能去给你的孩子更多的庇佑和保护还有支持。一个是父母全力支撑出来的一个大男孩，因为我觉得你在努力的想要去让你的爸爸妈妈脸上有光。你爸爸妈妈把你抚养大一定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你会认为18.8万对于你来说他们倾尽了所有。你认为18.8万如果是为了你的生活，把你父母未来养老的日子都赔进去了，这种不善良的事儿你做不出来，是这样吗？对。你觉得在订婚宴上他没有出现，对于你来说损的不是你的面子，损的是你爸爸妈妈在乡里乡亲面前的尊严。作为儿子你是不孝的，对吗？抬不起头来。所以两个人为什么我们会说两个人有着不同生活的经验，不同的成长经历，不同的家庭背景，他们走在一起可能彼此靠近的速度会更快一点。你们可能真的是因为喜欢对方，但是你们并不愿意真的去懂得对方。两个人之间在一块儿，最好的状态是什么？是互为父母。你需要的我给你，他需要的你给他。你给不了他，你刚才在台上的姿势要么就是还手，要么就是叉腰，你所有的状态都是在防御。你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去帮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的能量不够，你需要有一个特别庞大的后援团撑着你，你才能往前走。你承托不住他。我也不劝你们分，我也不劝你们现在立马就结婚，因为现在这种状况要一个孩子，将来在这个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也会有极大的问题。他还是个孩子呢，他能帮你分担多少？所以要成为一个父亲，先成为你父亲那样的人，明白吗？懂了。
你看你冷静下来，就更像个男人。是，感谢老师。哎，但是像跟是还是有区别的。对对对，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？谈过，也是被抛弃，还是你主动分开？被抛弃的。我一猜就是，因为我能特别感受到你的那种防御心理，你总怕被他算计。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受伤的人，女士都是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的，她的伤都摆在面上，而你的表现全都在你的心里。他真的能包容你吗？他的包容是有条件的，你要听话，我就能包容你，但你要了解我哪个是排在第一位，你可能就排在第二位，你得听我的。他管你要彩礼未必一定要那么多钱，他要的是你一个态度，但你因为防御你是寸步不让，你在争什么呢？争话语权呢？你想做男人的，肯定想啊，谁不想作为男人？所以这就会有冲突。所以说你在主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，你就会跟他发生明显的不一致，你只能用出你的所谓的性情，刚才你的过激的举动，但实则上呢，你这种举动也好，喝酒也罢，都是在掩盖你的心慌，因为你得控制不住他，你和他不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状态，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。你其实是希望的找一个完美的爱人的是那个小姑娘那种样子，能给你买早餐，能听你的，在他无助的时候会求助于你，而不是你总是在看着他的鼻息在过日子。那样的女人适合你，但我不说那个小姑娘啊，你们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，对，没有什么的，肯定没有什么。这点我相信你，你很纯的一个人，但你应该知道自己什么样的婚姻、什么样的伴侣是适合你。这位姐姐一定不是，姐姐需要什么呢？安全感。但是你从这个男人身上你看不到安全，所以你随时会保持抽身而去的姿态。所以说，我认为你们俩不适合。我建议分开，就这样。老师们都是善意的，希望你们都能过好的这个原则去给你们调解的。你们带着老师的建议，好好思考一下，好吗？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，甄先生43岁，来自河北，车工；吴女士44岁，来自河北，打零工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觉得他就不配当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他对这个家一点也不负责任，遇事就知道逃避。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丧偶式婚姻。不是我想逃避，而是我实在不愿意回家面对他的唠叨和嫌弃。他每天不停地挑我毛病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他不仅对我态度不好，对孩子也冷漠至极。我和这样的人实在过不下去了。这他都有些啥毛病让挑成这样啊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们两个就是现在来讲，结婚已经有13、14年了嘛。2012年4月份，经过就是熟人介绍的嘛。当时吧，我们两个的状态是什么呀？我是离异的一个状态，他呢也是一个未婚的一个状态。认识之后吧，就是感觉。你当时离异有孩子吗？我当时是有孩子，但是也是归前夫的。他介意你有过婚史吗？我不介意。就是认识之后吧，就怎么说呀？他对我们家人吧，还有对我，就是说，想的特别周到，所以就相处了半年，我们就领证结婚了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个12岁的我们共同的一个女儿。完事就是怎么说呀？就是感觉他结婚之后跟结婚之前吧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觉着我没变，我认为他变都是他变了。他哪儿变了？他是车工嘛。我呢就是没有正式工作，我就是平时就打个零工啊，做个兼职。他呢就是车工，他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在我们本地工作，3、4年之后他们单位呢整个厂区都搬到外地了，我就经常偶尔1、2天呢2、3天我就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到那边你工作那个适应不适应啊，顺利不顺利。刚开始的时候吧还能跟我说2、3句话，说几句话。后来的时候大概去了也就有半年的时间，一打电话就是哎呀行了挂了吧，我这有事儿呢。我们这个公司吧也不让这工作时间打电话，公司领导别说了，说那理由有用呗。
那你不下班吗？你说？那大姐稍等，那你下班时间呢？关怀一下老婆孩子呀，家里情况，这不是丈夫应该做的吗？下班都我们这加班完了都到8点多，完了下班以后洗涮洗洗漱漱的9点了，我都挺累的，我都睡觉了。我9点睡觉？你啥时候9点睡过觉啊？你说谎，你能不能说点真实一点？在家的时候没有超过，就是12点之前肯定是没睡过觉。收拾完之后要看手机。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包括结婚初期，他会给你打电话，经常跟你。对呀，我这就是说，我们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变化特别大。结婚之前吧是以感情为主，但是现在工作了都是以工作为主了。结婚之后都不用了是吧？工作为主，完了主要挣钱为主了。我真多。不是，你就说你9点到底睡没睡？都躺那儿了，反正是躺那儿。躺那玩手机，反正就不想跟你说话了呗。哎，对，我就不知道打个电话就特别困难。原来都说好的回来，你说你不回来了，你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下可以吧？你说哎，我今天有事不回去了，那这个电话从来都不会打。那你说你告诉我一下，我们都可以不等你了。尤其他过生日那回，我自己咔弄了一大桌子菜，已经都等到1点多了。那你说家里又是孩子又是老人。就等着他一个人，我说这啥时候还不回来呀？当时那个领导，你打电话说忘了，你说忘了这个生日的事儿了。当时领导安排我这着急活了，完了我当时倒是忘了后人手机在工作之前没电了，完了我都打电话，那你不会跟别人借一下吗？不是那个单位离着家里有多远，多少公里？那要是如果开车的话，还要2、3个小时。在外地。对，在外地。那他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呀？一般情况下，按正常来讲，他们就有那种通勤车，然后是1个礼拜回来一次，哎，后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大概去了有那么2、3年，然后就开始就是半个月回来一次。最近这1、2年，一般情况就1个月才回来一次。我说就感觉这个单位好像就离了他，好像就根本就人家就没法运转了。哎，一说呢就加班，公司又有事儿，1、2个月都不回来，你感觉正常呗？夫妻生活呀？你知道咋回事？我一回来呢，就挑我毛病，又嫌弃我胖。他总叨叨你啊，先生。我嫌弃你胖。哎，大姐，咱这样行不行？我估计你这些话跟他都已经车轱辘说了好多年了，是吧？咱今天不也让他说，到底他咋回事？怎么就现在就蔫不出的，就也不回家了，也不愿意交流了？你先稍微等等行吗？我问问他。这先生，你这不是单位那么忙吧？你这听起来像是不爱回家呀。我一回来，他都说我，反正挑毛病，这嫌我胖。他一开始给我减肥嘛，他给我做那些减肥餐，都那个水煮白菜呀，还有点粥啥的，没得辣味儿的，那玩意儿吃完了也没劲儿，也没法干活儿那。就是减肥餐不好吃是吧？就是一方面是不好吃，另外他要求我再多长时间的都把这个肥减下来。我说最起码咱们1、2年是吧？你几个月不可能，我说1、2年。减了多少？那时候你没说1、2年。减不下去呀！减了多少年了？从他后来到180斤，我就开始督促，现在是越来越胖，现在200多斤了。老师，你知道我为啥让他减肥吧？你是不知道，尤其他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有一次让我就是特别害怕，就是睡觉的时候就这个手就一直在上面抓，你知道吗？就出不来那口气。当时真是给我吓坏了，我说这口气真出不来，你说咋办？我跟孩子还有上有老下有小。后来我第2天早起，我说不行，咱们今天必须得上医院看看到底咋回事。然后人家医生说啥呀？说什么鼻道狭窄就是因为肥胖引起的，说就像你这种情况必须得减肥，我不是为你好吗？你那个都不是为我好，你都是嫌弃我胖啊！我不是为你好，那你说大家伙现在都在这儿呢，就是说啥呀？那喝酒你说。他喝酒都喝成什么样，还说我不是为他好？大家离得远可能看不见，就这块这么长，大概有10厘米的一个这么老长的疤，就是因为喝酒喝到不省人事了，就摔倒了。那你说工友找我这聚会啥的，拦着工友感情，那我都不去。你就非要喝成这个样子吗？他是总喝多吗？总喝吗？一年最少有3、4次喝成这样。平时喝酒大概频次是怎么样？哎呀，平时的话呢，基本上是每天人下班之后4、5点下班之后都开始去喝，要不然跟工友就约到外边小酒馆就喝去了。就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他爸你知道吧？就是说我老公公，因为知道特别不愿意让他喝酒，基本上一口不让他喝。他那天说跟他工友去喝酒，临走的时候，我老公公都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是别喝了，别喝，千万别喝啊！”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，后来之后呢，去到2点了还没回来呢，一会儿人家那边都打电话过来了。我赶紧的跟我老公公一块儿，我们都赶紧上那家去了，一看都喝的那都啥都不知道了。当时我们就赶紧报了120，当时他爸一去的时候，啪啪
点给他大嘴巴他都没脸，你知道吧？都喝成那样，给你爸都气得心脏都要心脏病了。直接人家120直接来了2辆，把他拉走了，把我老公公也拉走了。你说啥都是我，你挑你毛病。他还说我说他邋遢，夏天的时候1个礼拜那衣服都不带换的，到冬天的时候那更是有的时候都穿1个月。那你说你换换洗洗，我当时我们家里边专门就有一个就是放脏衣服的一个桶嘛。我说你家里面那个袜子、脏衣服随处乱扔，我说你都直接放在桶里，我都有一个专门的地儿，但是他就是不往里放。他总唠叨我，一到家我就坐在沙发上了，他都说我，说赶紧洗手，你这把我沙发都弄脏了。我这反起了这个，所以我都不带回家。我告诉你，老师你知道吧？他身上全都是那种机油，你知道吗？全都是机油。你说往沙发上一坐，我说你把这个机油的东西脱掉，放那个桶里，然后你再坐沙发上。除了这个，就他邋遢，这个不爱干净，他有没有也干一些家里的家务活啊？就回来的时候，说起这个我就更生气了。我是做兼职嘛，就是哪里有活我们就去，比如说给做家政啊、收拾房子。那天的时候，大冬天啊，我晚上8点多才回来，回来可倒好，人家就在沙发上打游戏呢。当时你说给我气的，我说最起码的你啥也不会干，最起码你把东西稍微给我收拾一下，这点家里的活你都看不着吗？当时我不也刚回家吗？我那刚断没有2分钟呢，你都回来了。哎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稍微收拾一下，当时也是这个口气。我刚到家，我那啥，我就休息一会儿，那谁知道你都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休够了不都干了吗？人家说歇够了都开始干了，我当时气得我都不行，我就直接去了我们附近的一个小旅馆。2、3天的时间，一个电话都没有。当时我就想，真的是我跟他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后来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咱们赶紧离婚去，我就不啥也不管了，我就真是跟你过不下去了。我婆婆公公就来劝我们。那也是我打电话让我妈去的，要不然我妈也知道你在哪儿。那我是跟你妈过日子，还是跟你一块过日子呢？是你的态度呗。那他对孩子呢，怎么样啊？老师就是说起孩子，你先缓缓，你自己说，你对孩子怎么样？我对孩子，我觉着挺好的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吧，他是车工，1个月就2000多块钱，但是吧，在吃上面对自己特别舍得。你像榴莲，小的还得200-300块钱，但是他特别喜欢吃榴莲，人家说上超市能买一个都买一个。他1个月工资就2000多块钱，那不是说想啥咱们就买啥的。你小片里不是说这个他对孩子态度也不好是吗？他对孩子就是我刚怀孕的时候啊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如果这生个男孩就多好了。在他看来就是，哎呀，就可想要一个男孩了。就我闺女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脸就拉的老长了，因为我当时我婆婆就是腰不太好，腰椎间盘突出。伺候不了月子，这个我能理解，他就请假在家伺候月子，就是上顿土豆丝儿，下顿土豆片儿。就是我说孩子都没有奶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奶都不好。我说你最起码换一样哈。你说孩子没奶嗷嗷的哭，他说就是什么我不会。那不会的话，我说我教你也行啊。我说你去买点猪蹄或者买点排骨。我从小到大都没做过饭，那都是我妈他们都好了，完了我吃，完了。都因为他坐月子，我这削俩吧，我都跟我妈削了俩这炒籽儿炒啥的。你都能买来榴莲，还买不了猪蹄啊？猪蹄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闺女是11月份出生的，那过年嘛，过年回老家，农村嘛，也就3、4个月那孩子，他晚上他不睡整宿觉啊，他有的时候就哭啊闹啊，他就特别烦躁，他就把那个被呀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就拿过来给孩子盖在头上，就是听不了那种哭的声音。当时我一看，你说3、4个月的孩子，你说给我吓坏了，我就赶紧把被给他弄过来，我就赶紧把孩子抱过来。抱过来之后，那孩子受到那种惊吓了，他就更害怕了，他都一直哭一直哭。刚下班我就想吓吓孩子们，哭的劲儿更大了，咔嚓他从我怀里给抢过去，他惦着把孩子扔到外边去。你说吓唬他，3、4个月的孩子呀，你说，哎，后来还有你吓啥呀？还有类似的情况吗？就对孩子，你觉得？对孩子3、4年级的时候。孩子就躺着看书来着，他呢就是用那个我们家扫炕那笤帚，直接就奔着那孩子就扔过去了。那扔过去了，一下子就弄到他那个屁股上来，然后他就哭了。他一看这孩子哭了，那都更烦了，咔嚓就把书给拿过来撕的都给撕碎了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只要是他在家，
就是给我们孩子已经造躺着看成心理阴影了。只要他在家，他在那个房间的屋里根本都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都不敢出屋。那孩子总躺着看，告诉他2回他也不听，我就拿笤帚得吓唬他，往笤往这一扔的，完了他一躲来，他打票上来，这回他就哭了。哪有这样的教育的？哎，我听起来好像他就基本是一无是处哈。那你要他还干啥呢？就是因为我闺女，你知道吗？她现在6年级了。就是我闺女特别优秀，就是我们家那奖状根本都没法往墙上排了，就是一大摞奖状，就是每年都是3好学生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再缺爹少妈，因为我真的不想让他理解在单亲家庭里的生活，你知道，不管怎么样有个亲爹亲妈，就是我心里的一个初衷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，先生？怎么办呀？你毕竟是个大老爷们儿，是吧？那我以后那改呗，行，你们的事儿其实都放到这儿了，咱先请这对，你们俩还没进入婚姻，也够呛一时半会儿哈。看完这对夫妻，其实他们最初的情况和你们类似，你们看完有什么感受？我看完我感觉说的大哥挺不容易的，作为一个男人来讲，肯定的他需要自己的空间。结果这位姐姐一直属于他想要什么，他想得到什么，从来没有为大哥去考虑过。也不知道大哥为什么忧郁寡欢，慢慢的为什么沉默寡言？哪儿不容易呀？喝酒吃那么胖不容易呀，不洗衣服不换衣服不容易呀，还是1个月挣2500不容易呀，还是对孩子不好不容易呀？我说你怎么男人都一丘之貉呢？你俩画一个等号啊？顾不了家。还不能有更高的事业，那女方这边还得照顾孩子，然后还得忙着打工挣点钱，已经挺不容易了。我觉得男人如果说的继续想和这个女方在一起，大哥，我觉得你更应该更加付出一些。来听听老师们的解读啊。一上来妻子说自己是丧偶式婚姻，我现在确实感受到了，责任是我们男人的脊梁。往往不幸的婚姻就是从有一个逃避家庭的男人开始的，他会把自己的老婆逼得面目全非，逼得脾气暴躁。你想想，他平时在家忙里忙外，还要照顾孩子，结果呢，自己的丈夫音讯全无，妻子嫌弃你，他嫌弃你胖，当年会嫁给你吗？他嫌弃你胖的原因，真的是为你的健康着想，为你的生命着想。但是做妻子的，能不能好好说？你越是抱怨，越是咆哮，他越是逃避家庭，越是不敢回家。但是，是谁引发他的抱怨？你要扪心自问。所以，如果你们2个人还想好好过的话，斩断恶性循环，迫在眉睫。听了你们俩的陈述，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啊，第一个是情感缺失，第2个是责任缺位，第3个问题是沟通无效。我先说男士，减肥，你真得减，这个不是为了他，也不是为了家庭，先为你自己。你首先得制定一个减肥计划，这个很重要。第2点，对孩子的保护、教育、抚养，这是你们双方的共同的权利，也是义务。电话你再累，你该打还得打，那家该回还得回，那家不回那就不是家了。女士，这方面我觉得你减少你说话的次数，你别光用话，你要有行动。你比如说每天你们制定个计划，他回到家之后吃完饭，你们俩共同走5000米，对吧？他不做家务，带着他做家务。你们一定要有个共同的小事去参与进去，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你们的关系才会进一步的缓和，而不是冷战。你冷战，实际上你的问题根本没解决，对吧？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建议。谢谢任律。如果想更多了解任振美律师的观众朋友呢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。我们去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来关注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，添加关注。那你有任何法律问题呢，就可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。你这先生啊，什么道理都懂，他不是不懂，他本身就是一个自身特别缺乏动力的人，从小就如此。他40岁的人了，喝多了酒，这老父亲都大耳刮子能当众扇。他是个非常自卑的人，就从小被打压惯了。为什么你们谈恋爱那半年特别好哈？因为那个时候你点燃了他，你是他的动力，
很快，他发现这光和热假的，你给不了他光和热，他就又缩回去了。这就是现状啊，我不看好。先生，我其实想说的是，你把对家庭、对妻子、对孩子的这种情感全部都关掉了，关得越久，那个门越生锈，越打不开。你指望别人拯救你，给你温暖，给你依靠，点燃你，指望不上。我们人想成长，想疗愈自己，只有靠自己。死水一潭的婚姻还有没有救？我觉得这春风，这雨露得靠你们自己去滋养。我建议你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，不要再嫌他了。先生，我也建议你自己去想想以后的生活哈，咱也浑浑噩噩、委委屈屈、憋憋屈屈这么多年了，你爹都老了，再打都打不动你了啊，该你自救的时候了。我觉得你们都没有被看到。什么叫被看到？就他不洗衣服，他不回家，他不接电话，不干家务，这些事儿你都看到了是吗？但如果说真正在亲密关系当中相处，这不叫被看到。你看到的是他唠叨，对吧？这也不叫被看到。被看见是有层级划分的。你如果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为什么不接电话，怕你唠叨，他为什么不洗衣服，可能在你洗衣服的过程当中也曾经会有过不那么愉快的事情。你看到这一层，那你才开始去看他，这也不叫看到。什么叫看到？你要看到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，他背后真正的渴望和需求，这才叫被看到。比如说他不接你电话，他真正渴望的是什么？是你打来电话，要么你有重要的事情，要么你可以和他好好说话，要么你真正有东西在和他分享，而不是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，咱俩沟通沟通。这不叫沟通。你要看到他背后这么做，他的需求，这才叫被看到。他为什么需要你减肥？他不是希望你现在嘎巴一下没了，半夜睡觉睡的两个手在上面抓，忽然间断气儿了。他希望的是可以和你一辈子长长久久的走下去，至少两个人都好好活着吧。所以其实两个人都需要一些从生活当中细节性的调整。我觉得女生首先你现在对生活是一种特别无力的感觉，同时你就表现出来很焦虑。你给自己准备一个小本子，这是我们常用的方法，每一天晚上像写日记一样在这本子上记下来自己这3天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，哪怕今天的太阳很明媚，就这种话，路边看到的野花很漂亮，这都要写上去3件，每天凑3件，你试试3个月。男士，我觉得你的婚姻当中加那么一丢丢的仪式感，出门之前给人家一个拥抱，很简单，就一个拥抱，让生活当中小小的那种仪式感多一点。他要的就是这个，他既没让你赚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，也没让你赚2万，他就让你能够看得到他的付出，懂得他的需要。你赶上这个老婆，其实挺省心的。你不爱他，对吗？你也不爱你的孩子，爱。你只敢欺负你的孩子，你很弱。你真的是挣2000吗？我如果不信呢？你有隐瞒，这个事儿大了。是还是不是？说。是。隐瞒多少钱？说实话。你1000多吧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一般情况1个月就给我1000多块钱，他自己剩下的他自己花，他挣3000。你想想，你喝酒，你可能还得玩游戏。你工资怎么可能剩这么点钱？你就算是一个车工，对吧？每个月都在外面加班到9点钟，你能挣这么点钱？不可能。我觉得你骨子里不爱这个家，我认为你就太让他安全了。你是一个傻姑娘，你把自己底牌全亮出来了，我不能离婚，你就没有走出这个家的勇气。他就给你1000多，你在乎这1000多吗？不是。你太在乎自己面子，你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。你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，你现在就活在你孩子的世界里，你会让孩子很沉重，说妈妈不幸福是因为我，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怎么破这个局？怎么让这个男人亮出他的底牌，交出他藏的那些钱，他喝酒的钱，他玩游戏的钱？你就得先亮出你的底牌，这个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，离开他，有这个决心吗？没有，问问任律师，
怎么能够走出来？用什么办法让这个男人不再笑了？让他得想自己要不努力，自己要不交钱，自己要不付出感情，这个家就没了。他现在没有这个意识，他觉得就这样挺好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。但当你打破他这幻想的时候，他就得巴巴的回来。好，你们两组认真思考一下老师的这些建议和解读，你们自己去做一个衡量。请我们两组嘉宾回到门后。那我们看一下这第一组情侣啊，他们是不是会出来？那我觉得至少出来也先别结婚是吧？不大会出来，不太会出来。我认为分手对他们是更好的选择。行，看看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。应该能出来。请开门。我对他们没有希望，我认为不会。哇，不会。真没有。哎呀，没有。对，其实他们也不光是感情的问题，是人生方向和目标，还有现在的这个使命不一样啊，就别勉强凑合在一起了啊！你看，就说嘛，这男的，你看他是很激动的，其实他们之间没有谁对谁错，对，但是有一点，这个男生根深蒂固的就是因为他有过婚史，他是耿耿于怀的，真的，他其实不经意，刚才说了很多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夫妻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，请开门。他们会出来，不会出来，他们会出来，不会出来，他们会出来，不会出来。哎呀，我不会出来，他们肯定出来。对，离不了。哟，牵着手出来了。我一定会改的，一定把这些事儿都往好做。先交钱吧，好不好？对，先把钱交了，先把你的钱都交了，把扣留的钱交回去。另外，妻子抱怨还不如鼓励，也对他多些鼓励。哎呀，老师们为你们的生活是操碎了心啊！真的希望你们通过今天录制能有所触动，我们真心去调整，为了以后的人生，好不好，先生？谢谢。好吧，妻子啊。好，请亮灯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你们来到爱情保卫战，加油！谢谢。你看他拽妻子的手拽得多紧啊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。我老公之前结过婚，婚后一直隐瞒我，现在被我发现了。我如果起诉他离婚，能获得赔偿吗？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91条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，无过错方呢有权请求损害赔偿：一、重婚；二、与他人同居；三、实施家庭暴力；四、虐待遗弃家庭成员；五、有其他重大过错。因此啊，您丈夫故意隐瞒婚史的行为，虽然给你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，也违背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，但不属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